在下北镇抚司沈炼。堂堂北镇抚司总旗大人，却爱上了青楼女子。上床上来睡吧。我一会儿还要去衙门。你这人最有意思了，来暖香阁，花了钱不上床的，就你独一份儿。关键他来了暖香阁什么也不干，就坐到这里干看着，每次来就一句话：等我攒足了银子，赎你出去。沈炼1年俸禄才20两，想等他攒足了银子赎人，心上人怕是都老了。不但沈炼缺钱，三兄弟都缺钱。东厂赵公公点名让三兄弟捉拿阉党魏忠贤，如此肥差为何会落在三兄弟头上？看你们仨混成那德行，一准不是阉党。这件事要是办成了，升官发财岂不是轻而易举？三兄弟星夜奔袭来到了魏忠贤藏身客栈，沈炼还想发射号箭摇人，却被大哥给拦了下来。大哥早就过够了这窝囊日子，如今这么肥的差事，喊来别人万一被抢功劳，这辈子恐怕再遇不到这种好事了。于是三兄弟只身闯入客栈，准备搏一搏这翻身的机会。大哥三弟在楼下哄听，沈炼独自一人来到了楼上。这位忠贤8年来大权在握，如今输到猢狲散，别的没有，钱他可有的是。这随便抓一把，都是你30年俸禄，让我付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沈炼看着满桌的黄金，他开始犹豫了。这些钱他几辈子也挣不到。赵公公安插的书童一看沈炼还不动身，竟然拿起凶器刺向魏忠贤，但被沈炼给按倒在地。沈炼心里清楚，不赌这一把，他一辈子也别想赎身周庙头。楼下的大哥跟三弟还在与魏忠贤手下死战，楼上这时燃起了熊熊大火。魏延已死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！三人带回魏忠贤的尸首交差，打开棺材却是一具焦尸，根本没办法辨认是不是魏忠贤。即便有魏忠贤腰牌为证，首府大人仍旧表示怀疑。一旁的赵公公趁拿腰牌之际，摸到尸首脖子。魏忠贤从小就进宫做太监，怎么可能会有喉结？焦尸断然不会是义父魏忠贤，但赵公公却没有声张。却就是魏延。临走前，赵公公对着大哥卢建新说道：“见没见魏延，你心里清楚。”大哥听完赵公公的话，一脸懵逼。而的赵公公猜测果然没错，在城外的山林小屋，他见到了义父魏忠贤。原来当晚沈炼拿钱放走了魏忠贤，并且杀死了书童，把书童伪装成了魏忠贤。赵公公见到魏忠贤后，连忙递上了通关文书，希望魏忠贤赶紧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皇上现在彻查阉党，魏忠贤如今不走，早晚会查到自己头上。可魏忠贤是何等人物，说他是1000年的老狐狸都没错。赵公公安插的书童，他之前就查出来了，知道赵公公早就对自己动了杀心。说话间，双方已经剑拔弩张，但赵公公武功高强，就凭这几个人，动起手来怕是会两败俱伤。如今双方又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更应该合起伙来一致对外。所以魏忠贤要赵公公除掉沈炼，这样就没人知道他还活着。事成之后，自己就会离开大明。虽然现在动手风险很大，但是收益颇高。魏忠贤只要离开大明，赵公公便能坐稳东厂提督宝座。而离京多日的沈炼一回来便来到暖香阁，可是却看到了心上人和情郎抱在一起。听着他俩的对话，沈炼才明白妙童早已有了爱人，原来一直都是自己自作多情，于是只得默默离去。回去后，兄弟3人喝起了庆功酒。这时屋顶却传来声响，赶来找锦衣卫的是三兄弟，立马冲了出去。刺客眼见偷袭不成，于是准备翻墙跑路，却被沈炼一支弩箭射中手掌。此时的沈炼已经意识到，他放走魏忠贤的麻烦来了，这京城再待下去恐怕小命不保。于是跟大哥提议三兄弟一起离开京城。大哥从来都没见二弟怕过，如今二弟竟主动要求调往南京，让他甚是不解。二弟没做解释，让大哥就听自己一次。想起二弟说魏忠贤自焚而死，和赵公公对他说的一番话，大哥觉得魏忠贤一事怕是没那么简单，于是决定瞧瞧动静再说。而那个黑衣人正是赵公公。这次刺杀行动失败，赵公公又来一招借刀杀人，让胖子带队捉拿督察院御史金刀门门人严佩伟。可到了严府门口，等了大半天了，小胖子就是不下令，还阴阳怪气地问道：“谁愿意进去拿人啊？”说着还不停地往兄弟3人这边瞅。二弟觉得情况不大对劲，提醒大哥千万别出头。一味办事，谁他妈敢去？上官可是说了，抓住严佩维的，官升一级。三兄弟还是不为所动。小胖开始直接点名卢建新：“这功劳，你要是不要？政府司有令，请严佩维严大人到衙门里说几句话。这是家帖，让我们进去，好过后面那位百户大人杀进去。您说呢？”好。进去后，严府里面各个凶神恶煞。随着严公子一声令下，众人提着刀就将3人团团围住，却被严大人喝住：“他们诬你是阉党，那又如何？
三法司会审，我也是清白身家。说着，严大人就准备跟三兄弟走，但正在这时，一直穿云箭划破长空，直指严大人胸膛。三兄弟一脸懵逼，现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来了，他们！大战一触即发，沈炼急忙发射号箭，请求外面人马支援。可小胖不但下令谁也不许进去，还让手下把大门死死封住。金刀门人个个武功高强，人数也多于三兄弟数倍。今天三兄弟怕是凶多吉少，本来就打得够吃力了。门外的胖子又是一声令下，弓箭手齐刷刷地往里面放暗箭。看来今天抓人是假，要杀三兄弟是真。此时赵公公坐在一旁的轿子里，淡定地饮茶。三兄弟在里面以死相拼，好在三兄弟武艺高强，最终砍下严俊斌一条手臂，得以平息了战斗。感觉里面已经没有了动静，胖子下令打开了大门，没想到兄弟三人竟然没死，还活捉了严俊斌。这一幕可把胖子吓坏了，差点从马上摔下来。躲在暗处的赵公公更是惊诧，赶紧暗暗离去。但这一幕却被三弟看到，胖子吓得跌跌撞撞地回到镇抚司。沈炼早已在此等候多时，他将刀架在胖子脖子上，让他把三兄弟调往南京，并拿出300两贿赂他，让他给大哥卢建兴升职百户。胖子看见银票，眼睛都直了。首府当晚便设宴为三兄弟庆功，卢建兴如愿当上了百户。可此时赵公公开始挑拨离间。各位说好笑不好笑？卢大人其实心里着急的厉害，他今天还给张英百户300两银子，方便上展活动，简直是多此一举嘛。卢建兴一脸懵逼地看向沈炼，首府大人质问道：“你们锦衣卫1年的俸禄也才20两，你哪来的300两？”卢建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，买官之事他是一点都不知道。张胖子倒是在一旁开心得很，气得沈炼是握紧了拳头。首府大人当场宣布，3天后开棺验尸。三兄弟回到家中，卢建兴一拳打在沈炼脸上。为何替我买官？银子从何而来？闪开！说，与我结拜兄弟，竟如此害我！说！大哥拳头像雨点一样挥向二弟，直到三弟肺痨发作吐血，卢建兴方才停手。事已至此，沈炼向大哥坦白了一切。魏忠贤还活着，他收了魏忠贤的钱。大哥听完顿时胆颤心惊，要知道这可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兄弟三人一番商量，只能决定离开京城。二弟把钱分成了3份，每份都足以够兄弟们生活一辈子。这时三弟突然想起，赵公公就是那晚刺杀他们的黑衣人，因为昨晚他看到了赵公公手上的剑伤，而赵公公也知道自己露了馅，他深知这3兄弟不能留，找到义父魏忠贤，想让他支援自己除掉3兄弟。而魏忠贤果然是1000年的老狐狸。该不会是你在那锦衣卫面前露了相吧？陪我离开大明吧，你呀，在京城待不住了。可赵公公又如何舍得了他的东厂提督？跟魏忠贤一走，便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今天只能赌一把。赵公公知道狠润哥武功极好，于是给了狠润哥100两银子，让他处理掉他师弟靳一川。狠润哥一听，这不是自己师弟吗？得加钱。三兄弟自知大难临头，相约天黑前离开京城。一川趁离京前见自己心上人最后一面，而妙童则是主动找到了沈炼，想请他救出严公子，救自己的情敌。我可不愿意。你救他出来，我就跟你走。面对心上人的苦苦哀求，再加上妙童那让人怜爱的表情，沈炼明知那可是在赵玉，他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赵玉就不是人呆的地方。沈炼赶到时，严公子已经双目失明，奄奄一息。严公子自知命不久矣，只得恳求沈炼给自己一个痛快。回去后的沈炼拉着妙童就准备出城，听闻严公子已死，心灰意冷的妙童终于说出了实情。他之所以一直对沈炼冷冰冰的，是因为当初就是沈炼抄了他的家，还将他送进了教坊司为妓。兜兜转转，事情原来是如此。可他沈炼不过是上级的一枚妻子罢了，他不做也有其他锦衣卫做。沈炼此时不知该如何安慰妙童是好，想起自己之前每次见妙童时，特地换掉飞鱼服，卸下绣春刀，只不过是多此一举。正当犹豫之时，窗户边突然出现声响，紧接着暗箭飞出，沈炼立马提刀迎战。好在沈炼及时化险为夷，但此时又出现4个黑衣人，手持圆盾以及棒子，看样子实力不俗。沈炼赶紧安顿好妙童，立马起身迎敌。对方人多势众，沈炼打得异常吃力，渐渐落入了下风。但一想妙童马上就能跟自己走了，沈炼立马战斗力猛增，对着4个黑衣人逐个击破。而在沈炼解决掉最后一人时，赵公公提着长枪亲自出马。这100两是定钱。公公要杀谁呀？北镇抚司小旗官靳一川。谁？公公不知道他是我师弟吗？你这样的人还在乎这些？公公你误会了，这个人可是我的挚爱亲朋，手足兄弟呀，得
得加钱。10年戏子无人问，一朝加钱天下知。师兄拿钱办事来到医馆，赵公公害怕他是阉党的事情暴露，于是准备处理掉3兄弟。一川来到医馆找心上人的时候，却看到师兄抱着自己女人走了出来。有人出钱买你的人头，很舍得出钱。你小子眼光不错，那个姑娘很软。师兄此言一出，一川再也忍无可忍，手持双刀向师兄砍去。可奈何两人实力相差悬殊，一川又身患肺痨，几招下来便被师兄打倒在地。师兄举起手中长刀，打算了结师弟性命。一川没做求饶，只是希望师兄放过那姑娘。那如果师哥告诉你，师哥只是杀了他爸，就没碰过那姑娘，你开心吗？一川得知师兄没碰那姑娘，内心顿时也好受多了。他坦然地迎接死亡，但是师兄却迟疑了，他根本下不去手。可真要是杀了你，从今往后这世上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正当师兄犹豫之际，屋顶出现2个黑衣人，手持2杆火枪。生死危急时刻，一川一把将师兄推开，自己挨下这2发子弹。另一边，赵公公决定亲自出手解决沈炼。公公，你露馅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只有杀了你们3个，明早起床我还是东厂替的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沈炼手持绣春刀便冲向赵公公。赵公公不慌不忙地举起长枪迎战，兵器作战讲究的是1寸长1寸强。沈炼被赵公公的长枪打得连连后退，而后赵公公直接亮出银晃晃的白刃，便朝着沈炼刺去。他拿出10成的功力，是要将沈炼斩于枪下。沈炼丝毫占不到优势，只得藏身到屋里暂且躲避。可奸诈的赵公公却突然把长枪对准了庙童。关键时刻，沈炼闪身而出，用身体挡住了赵公公的长枪。所幸长枪并未伤及要害，沈炼用尽全力抱起赵公公，一把将他从楼上推了下去。赵公公晕倒过去，沈炼赶紧抱着庙童离开。而此刻大哥卢建新在哪？他穿上了崭新的百户官服，径直去了衙门。他打算自首。沈炼永远也不敢相信，他放走魏忠贤会惹出来这么大祸。险胜赵公公后，他背起庙童准备和大哥3弟会合。而3弟此时已经凉凉，大哥穿上了崭新的百户官服，准备去衙门自首，替2位弟弟抗下死罪。半路却被魏廷拦下。魏忠贤断然不会让他去自首，他与魏廷等人死战，却被赶来的张英百户坐收了渔翁之利。卢建新被押到皇上面前，面对皇上的问责，卢建新却一口咬定一切都是自己一人所为，他要替2个弟弟扛着，他希望2个弟弟能好好活下去。而皇上也是有苦难言，为了清除阉党，他已经杀了几百人了，再这样下去他身边将会无人可用，于是交代韩大人马上行刑，不要再让卢建新咬出其他人。当沈炼带着庙童来到医馆时，地上躺着的是3弟靳一川冰冷的尸体。此刻的沈炼终于意识到当初的决定，害惨了兄弟3人，大哥卢建新也在隔天被处斩。赵公公是阉党的事实已然暴露，他不再忌惮魏忠贤，一把火给魏忠贤烧了，自己也开始离京逃亡。但2个月后却被沈炼跟师兄在关外拦截。这时沈炼才知道实情，皇上当初下令说的是带回魏忠贤，是赵公公假传圣旨说要杀死魏忠贤，可现在知道也晚了。大哥3弟已经含冤离去。此时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，是金国人。只见赵公公摘下帽子迎了上去，用金国话和他们交流。探明降金。丁修二话不说，提起手中长刀，驱马上前迎战金人。沈炼将自己的刀插在地上，他要用大哥和3弟的刀报仇。赵公公抽出他的长枪，2人即刻开始了死战。丁修一人面对众多金人丝毫不落下风，而沈炼跟赵公公实力还是略有差距，慢慢落入了下风。胜券在握的赵公公却没有注意到，沈炼在后退时暗中拔起了自己的绣春刀，将赵公公穿了个透心凉耳。而丁修仅凭一个人便将前来支援的所有金人斩于马下，2人都以报仇雪恨。而后分道扬镳，